说实话，玻璃专业坚持下来真的蛮难的，就业也比较困难。可能跟我的性格也很有关系，从小出生在东北，也比较一根筋。我是赵锦雅，90后，现在在读博士，是独立艺术家。我会使用比较几何的形态来进行叠加和创作，很多颜色色彩渐变。今年夏天来陶溪川，很幸运的，国内第一家可以把环境做到这么好的工作室。吹制的话，炉温就有1000多度，你可能站一会儿就觉得自己要融化了。洱海的日落，闭上眼睛就整个眼前都是这种橙色的画面。追溯了之前在夏威夷的经历，全家都在一起，很美好。今年的夏天格外的炎热，色彩在阳光的直射下都变得更加的闪耀。一个荷叶和莲花的状态，把它叠起来，做出的这一个缩小的景观。从小在长春长大，北方可能比较直爽一点。后面去到中国美术学院，大2的时候，我有看到一个在杭州举办的国际性玻璃展览，我就说我一定要尝试玻璃的作品。本科毕业创作有吹制和冷加工工艺的结合，玻璃球里边用激光雕刻出的城市的形状，用喷砂和渐变的效果来表现雾霾。我把作品寄到捷克，得到的是特等奖，一切都很梦幻。2017年的时候，公派到英国皇家艺术学院，名额很少，不仅会给我奖学金，还会有生活费，确实是一个新的里程吧。研究生毕业创作圆柱体的雕塑，通过吸入做出一个凹陷的部分，你怎样放置它都是很美的。跟金属的结合，玻璃熔融的状态放到冰冷的金属上面，就显得是那么温柔。2020年国内已经疫情开始了，回到国内，看到网上有一句话，看着嘈杂的人群，仿佛回到了人世间，我也是有同感的。20年底到了山东，进行已经搁置了1年的创作。佛山有上百年的吹制历史，山东的冬天很冷，晚上发现手指都僵到不能动。这组作品色彩都会比较淡，我觉得自己就像困在里边的一个人。上面有一个很纤细的玻璃丝，空气环境凝固在那里。21年整组作品都有一种愉悦的气氛在里面，恋爱很有影响，又很甜。陶溪川邀请我过来做驻地艺术家，还有就是我有合作了多年的师傅老师们，他们很可爱，就会开玩笑说：“锦雅，你到底还有多少那种讨厌的图？”我没有什么通勤时间，跟朋友家人说，陶溪川就像一个理想社区，跟朋友们会去大自然逛一逛啊。一个学妹说看今天晚上的月晕，就让我想到了你的作品。其实我想表达的东西就是生活中的美好，你这一秒不跟别人说出来，下一秒就忘了，我都把它凝固压缩在了作品里面。